就是周日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班，心里就开始有点堵得慌。或者说每天早上挣扎着起床，通勤路上啊，看着地铁里那些面无表情的人，感觉自己也快成那样了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麻木感，还有无力感。好不容易到了公司，电脑一开，哗，信息扑面而来，瞬间就觉得，哎呀，能量被掏空了。这种感觉真的对很多人来说太熟悉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好像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对工作劲头挺足的，甚至还挺开心的。没错，这就让人琢磨了。同样是上班吗？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？是我们自己太脆弱，就是所谓的玻璃心，还是说这工作本身它真的有问题？这个得好好捋一捋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不聊那些虚的，咱们就来深入聊聊，为什么你会感觉这班上的跟上坟似的这么痛苦？我们正好拿到一份材料，深度分析了职场的各种问题，咱们就依据这个来扒一扒原因。是的，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这份分析，帮你也帮大家看看自己的情况到底属于哪种，理解这种痛苦背后更深层的原因，然后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实际能做的，调整一下。对，找到点方向。毕竟嘛，工作是为了生活的更好，对吧？不是反过来。那必须的。好，那咱们就开始。这份材料啊，它首先就点出来一个特别大的问题，叫错位。错位。就是说，你和你现在做的工作，它俩不匹配，听着有点抽象，是吧？但第一个细分原因就特别具体，可能还挺扎心的，就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啊，可能打一开始就不是你真心想选的。这个太常见了，真的，很多人的职业选择其实，受外界影响特别大，是吧？比如材料里说的小李，他明明喜欢画画，有天分，但爸妈非觉得学会计，进个稳定的单位，那才叫正经工作。结果呢，他天天对着那些数字报表，感觉就像，在熬日子，太痛苦了。还有一种就是看身边人，对，随大流。没错，比如那个小王，材料里写的，看同学都去搞金融啊，做市场啊，自己也跟着去了。但他性格其实挺内向的，去做销售，每天得逼着自己去应酬、去拉关系，内心那个煎熬啊。而且时间长了，他可能还觉得自己好像只会做这个了，别的也干不了。对，这就陷入一个怪圈哟。所以核心问题可能就是你讨厌的不是工作这件事儿本身，而是这份别人帮你选的或者被推着走的工作。把别人的期望当成了自己的目标。是的，完全忽略了自己心里到底想要什么。那要是真陷在这种状况里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啥，这可咋办？不能一直这么拧巴着吧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材料里给了一些方法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它不是让你干想，而是让你动手去试。动手试？对，比如有个方法叫快乐记录法。快乐记录法？就是每天啊，你花个几分钟记下来那些让你觉得挺开心的，或者特别投入，甚至忘了时间的事儿。不用是多大的事儿。比如？可能就是帮同事搞定了一个特难的技术问题，或者你独立写完了一份报告，逻辑特别清楚，自己挺满意的，就这种小瞬间。你坚持记一段时间，回头看看，可能就在那些让你有心流体验的时刻里，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点或者擅长的地方。这个思路不错，从观察自己开始。还有别的招吗？还有个叫低成本试错。低成本试错？对。就是别一冲动立马辞职去追什么诗回远方，那个风险太大了。确实，你可以先从副业开始，或者搞点兼职，做点个人项目。比如你觉得你好像对写东西有点兴趣，那你就先试试给一些平台投稿嘛。或者你对手工感兴趣，先在网上接点小活试试水，这样风险小，又能真正试试看你是不是真喜欢，能不能干。先进可攻退可守，探探水温。还有一点就是找对标人物。找人？对，看看你身边或者这个行业里有没有谁的工作状态是你特别羡慕的，找到这样的人，然后呢，主动去了解一下他们具体每天在干嘛，这个行业真实情况是啥样的，需要什么技能。跟过来人取经。没错，跟他们聊聊，比自己瞎琢磨或者看网上的信息要靠谱得多。关键就是得开始动起来，去探索，去试。允许自己走点弯路，没关系。
探索和试错，这确实是关键。好，那接着刚才错位这个话题，材料里还提了另一种不匹配，就是你不擅长你手头这份工作。啊哈，这个也特别让人难受。对，长期没成就感，自信心都没了。是的，就像材料里说的那个会计小陈，他本身性格就是有点粗条条、大大咧咧那种，但会计这活吧，要求特别细致。不能错不。对啊，结果他就老错，老被领导说，时间长了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特别笨，好像干啥都不行，太打击人了。但后来发现问题根本不是他笨，哦，是这个岗位要求的能力跟他本身的特长就不匹配。他其实特别能说会道，沟通能力很强，后来给他调岗去做那种需要跟客户、跟供应商对接沟通的账务工作，哎，一下子就活了，做得特别好，价值感也回来了。哎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所以做不好工作，先别急着怪自己。对，先得分清楚，到底是我不擅长，还是我没学会。这俩有啥区别？区别大了，没学会嘛，就是缺技能、缺知识，那可以通过学习、练习来补上。但如果是不擅长，就是说这个工作的核心要求跟你最根本的性格特质就是拧着的，那可能就真得考虑换个跑道了。硬扛下去是对谁都没好处。有道理。那区分开了之后呢，就算是不擅长，是不是也有办法？当然，材料建议啊，首先要主动去要反馈，而且要具体的反馈，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，怎么改进。不能闷头瞎改。对，同时呢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扬长避短。扬长避短，就是说啊，与其痛苦的去弥补你天生就不擅长的短板，不如去找个地方能让你最大化的发挥你的优势。像小陈，与其死磕那个做账的细致活，不如去发挥他沟通的长处嘛。找到能用优势工作的环境，自信自然就来了。没错，这就自然过渡到下一个匹配问题了，你和工作环境的匹配。环境也很重要。太重要了。就算你能力很强，技能也对口，但如果公司的文化、工作的节奏，甚至那个价值观跟你完全不搭，你照样会觉得特别憋屈不舒服。有道理。你看材料里那个小周，他之前在互联网公司，习惯了那种快节奏、扁平化沟通，后来跳槽去了一家传统企业，那个流程叫一个繁琐，层级特别森严。能想象。他感觉自己手脚都被捆住了，很多想法根本落不了地，一身的劲儿使不出来，能不压抑吗？这就像材料里打的那个比方。哪个？就说一瓶水在便利店卖几块钱，放5星级酒店里就能卖几十块钱啊！对对对，那个比喻好。水还是那瓶水是吧？但环境不一样，价值感就不一样了。人也一样，得在合适的环境里才能发光。没错。那怎么判断一个环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？对，这个怎么判断？材料建议问自己3个关键问题。第一，这里的节奏我能不能适应？比如说加班多不多，决策快不快？第二，这里的文化我认不认同？是鼓励个人呢，还是强调团队？是比较开放，还是讲究论资排辈？文化氛围。第三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我在这里能不能成长？有没有学习的机会？老板愿不愿意带人？有没有看得见的发展空间？这3个问题问下来，如果答案大部分都是不或者不太行，那可能就说明啊，你跟这个地方，用老话讲叫八字不合。对，硬留下来，很可能就是互相折磨、互相消耗。得考虑挪地方了。除了跟环境不合，还有一种错位也挺难受的，叫技能错配。这个我也听说过。就是你的核心能力、你的兴趣，在工作里根本用不上，那种空虚感和挫败感，其实杀伤力特别大。我懂。就好像，你明明是个好厨子，非让你去扫地。对，材料里那个小冯，编程能力超强，结果阴差错错去做软件销售了啊。那他技术不是白瞎的吗？可不是嘛，每天的工作就是跑客户、谈合同、催款，他的技术才能完全没地方用。他自己感觉就像个没有灵魂的赚钱工具，心里特别空。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，时间长了，真的能把人对工作的热情全磨灭了。好在小冯后来醒悟过来了。他怎么做的？他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重新捡起技术，
还主动找那种能发挥他技术背景的工作机会，最后成功跳槽去做了技术支持，这才重新找回了工作的乐趣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感觉自己的才能被浪费了，怎么办呢？材料也给了几步建议。第一步，先盘点一下自己的技能库。盘点？对，就是彻底搞清楚我到底会什么，哪些是我的王牌技能，哪些是我用起来最爽、最得心应手的技能。先自我认识。第二步，匹配可能的岗位，看看现在市场上哪些工作正好需要我这些技能。找目标。第三步，弥补差距。光有核心技能可能还不够，看看目标岗位还要求啥辅助技能，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学。补短板。最后一步，尝试验证，可以通过接点相关的项目或者做点兼职，先实际感受一下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4步挺清晰的：盘点、匹配、弥补、验证。对，这样走下来，找到技能和工作契合点的可能性就大多了。好，那我们说完了个人和工作本身的各种错位问题，现在来看看另一大类，就是你和职场环境之间的冲突。这一类更侧重外部因素了。比如第一个，听起来可能有点怪，把职场当成孤岛，结果搞得自己没归属感。这怎么说？很多人不就觉得我就是来上班挣钱的，干嘛要跟同事搞得多热络？想法是没错，但完全隔离也不行啊。材料里提到一个小张，刚入职，比较内向嘛，平时不太跟同事说话，什么部门聚餐呀，他也不去。时间一长，大家有事也就不找他了，好像他不存在一样。他自己感觉就像个透明人，越来越孤独。那工作能有啥动力啊？这样啊。所以关键不是说非要在公司里交到好朋友。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要建立一种良性的协作关系。良性协作关系。对，这种关系能给你带来一种基本的团队归属感，让你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是这个集体的一份子。这个我同意。但那性格内向的人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强迫自己变得外向吧？这个材料也考虑到了，给了一些挺简单的小建议，不用硬逼自己。快说说。比如就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每天见到同事主动打个招呼，早啊，你好。这个不难。再比如稍微用点心，记住别人的一些小习惯或者喜好，谁喜欢喝拿铁，谁爱吃什么零食，有机会顺手帮个忙，比如带杯咖啡。这个挺好的，小细节。还有看到别人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主动问一句，需要搭把手吗？帮不上大忙，表示个姿态也好。释放善意。再就是可以选择性的参加一些低压力的集体活动，比如 Office 下午茶，大家随便聊聊那种，不用非得尬聊，也能慢慢融入进去。这些方法确实都挺实在的，不是让人做性格大转变，就是一些行为上的微调。对。好，除了这种归属感的问题，环境冲突还可能来自更现实的层面，比如遭遇玻璃天花板。这个太扎心了。就是你明明很努力，业绩也很好，但就是升不上去。这个在很多公司都存在吧，尤其是一些裙带关系比较重或者论资排辈的地方。是的，材料里那个销售冠军小刘，业绩年年拿第一，但他那个公司是个家族企业。那估计对，重要的晋升机会都留给老板的亲戚了。他觉得再怎么努力也碰不到那个天花板，能不心灰意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真的问题往往不在你，不是你不够好。对，是环境本身就不公平，他没有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上升通道。那遇到这种，除了撸袖子走人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材料建议也别太冲动，可以先试试内部探索。内部探索。比如找个机会跟你的上级坦诚地聊聊，问清楚晋升到底需要什么条件，看看自己还差在哪儿，或者看看公司内部有没有可能转岗换到别的部门，说不定发展前景更好呢。先试试内部有没有路。如果试了一圈，发现内部确实没啥希望了，那就要启动 Plan B 了。Plan B 就是骑驴找马嘛。懂了。一边在现在的位置上继续好好干，保持业绩，另一边呢，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，多关注外面的机会，拓展人脉，等找到更合适的下家再走，这样比较稳妥，主动权也在自己手里了。
这个策略比较成熟。还有一个让人特别头疼的环境冲突，就是你的工作成果老是因为别人不配合而打折扣，甚至搞砸了，最后锅还甩你头上了啊！这个简直是职场重灾区，背锅侠是怎么炼成的？哈哈，是。材料里那个小徐负责产品推广的就特别惨，他方案做得挺好，但是负责优化的技术部门一直拖。哎呀，这最怕了。结果产品上线后，用户体验一塌糊涂，项目效果差的不行。最后领导批评，不是说技术部不行，反而说小徐跨部门沟通能力有问题。你说他远不远？太远了，这找谁说理去？所以啊，对付这种猪队友，光抱怨没用。那怎么办？材料给了几招。第一，凡事提前沟通，把你的需求、为什么重要、时间节点都跟对方讲清楚，让他充分了解。丑话说前面。第二，重要的沟通和约定一定要留下记录，邮件呢、会议纪要啊都行，免得事后对方不认账或者互相扯皮。对，白纸黑字。第三，如果在协作中真的出问题了，对方拖延或者不配合，要及时反馈给你的领导，让领导知道真实情况，由他出面协调，往往比你自己去催效果好得多。搬救兵。第四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以推动建立一些协作机制，比如定期开个跨部门的同步会，或者把责任分工弄得更明确，减少灰色地带。主动沟通，留下证据，及时求助，建立规则，这几条确实能保护自己。对。说到环境冲突，还有一种更让人窒息的，叫微管管理啊。这个我深有体会，就是老板啥都要管，管得特别细。没错，恨不得你写个邮件标点符号，他都要给你逮了。材料里那个小银写个文案，经理逐字逐句的审，做个设计，细节反复调整。他感觉自己就像个提线木偶，一点自主权都没有。特别打击自信心和积极性，感觉自己就是个工具人。而且很多时候吧，这种老板不是觉得你能力不行，是他自己控制欲太强或者太焦虑。对，是老板的问题。那如果你不幸摊上这么个老板咋办呢？总不能直接对他吧？哈哈，那估计第二天就不用来了。材料建议可以试试这么几步。首先，你可以主动高频的去同步你的工作进度和计划。哦，为什么？就是让他知道你在干嘛，心里有数，减少他的不安全感嘛。让他放心。其次呢，用你的工作结果说话，做出成绩来，证明你的能力，慢慢争取他的信任，让他相信你可以独立搞定。用实力争取空间。再者，可以找个合适的时机跟他沟通你的感受和需求，就说希望在哪些方面能有更多自主权，这样效率可能更高，或者你更有动力。尝试沟通。如果这些都试了还是没用，而且你感觉非常痛苦，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可以向他的上级反映一下情况，或者申请换个部门。实在不行，就只能考虑换个地方了。也是，沟通、证明、争取都不行，那就只能跑路了。是这个理儿。好，说完了环境问题，咱们来看第三大类，工作内容和回报的失衡。第一个就特别有共鸣，叫能者多劳陷阱。这个简直是职场老好人的痛啊！可不是吗？就因为你能力强，干活利索，负责任，然后领导就啥事都交给你。别人负责一个项目，你可能得同时扛3个。一开始可能还觉得挺有成就感。对，但时间长了就扛不住了啊。材料里那个小田本来是做公众号的，后来又让他负责视频号、小红书，还有其他好几个平台，每天忙得团团转，跟个陀螺似的。那肯定累死了。最后身心俱疲，对工作就只剩下厌倦了。这种被能力绑架了，怎么破呢？总不能故意装傻，说我干不了吧？那也不行。关键在于要学会管理预期，还有设定边界。设定边界。对。材料建议第一，要清晰界定自己的职责范围，对于超出范围太多的活儿，得评估一下，然后跟领导沟通。第二，如果工作量确实超负荷了，要学会用数据说话，别光说我忙死了，要具体说我现在手上有哪些任务，大概要多少时间，如果再加新任务，可能会影响哪些工作的质量或者进度。摆事实讲道理。第三，在委婉地拒绝额外任务的时候，最好能提出替代方案。比
比如建议把这个任务分给谁更合适，或者我需要什么资源支持才能接这个活儿，而不是直接硬邦邦的说不行。提供解决方案。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。如果长期超负荷已经让你觉得特别累，甚至身体出问题了，那一定要及时沟通，必须调整。对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不能硬扛。那跟能者多劳正好相反的是另一种失衡，工作内容太单调重复了，没啥挑战，感觉自己就像个机器。这个也好理解，天天干一样的事儿确实容易腻。像材料里那个客服小蒋，做了3年，每天就是回答差不多的问题，处理类似的投诉。他感觉自己的工作没啥创造性，价值感特别低，觉得自己都快长毛了。长毛了。那这种无聊的工作就只能忍着或者跳槽吗？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材料也给了一些在现有岗位上自我加息的思路。自我加息？对，第一，你可以试试优化现有流程，就算是重复性工作，也能琢磨琢磨怎么能干得更聪明点，效率更高点。比如客服可以主动整理优化那个 FAQ 嘛，做数据入的可以学学怎么用自动化工具。在重复中找创新。第二，主动承担一些额外职责，把本职工作干好的前提下，看看能不能接点更有挑战性的事儿，比如帮着带带新人，或者协助做点数据分析。拓展边界。第三，尝试结合个人兴趣，比如你喜欢写东西，那能不能把你工作中遇到的案例经验写成分享文章？你设计不错，能不能主动帮团队美化一下 PPT 或者报告？把好爱融入工作。第四，就是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技能，为将来可能的转岗或者提升做好准备。核心思想就是别被动接受，要主动去创造，自己给工作找点乐子，找点意义。没错。那跟工作内容本身相关的，还有一种失衡也挺常见的，就是你付出了努力，也做出了成绩，但是得不到应有的认可。这个太打击人了，真的，谁干活不图个被看见、被肯定啊？是啊，材料里那个产品经理小秦，辛辛苦苦主导一个 APP 底带，效果特别好，用户数据涨了一大截。结果呢，开总结会的时候，领导挨个感谢了协作部门，就是对他这个核心贡献说得轻描淡淡的，甚至没怎么提。哎呀，那心里得多失落啊！可不是吗？被认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心理需求，老是得不到正反馈，再热乎的香也凉了。那怎么争取认可呢？总不能天天追着老板屁股后面要表扬吧？那肯定不行。材料建议，首先还是要学会主动汇报和展示成果。主动汇报？对，而且要用数据说话。你做了什么，带来了什么具体的结果，要让你的贡献变得可见、可衡量，不能光埋头干活，也得抬头吆喝2声。有道理。其次呢，可以在团队内部或者其他合适的场合，分享你的成功经验和心得。这既是帮助别人，也是在展示你自己的价值嘛。建立个人品牌。还有，营造一个互相欣赏、互相感谢的团队氛围也很重要。别人帮了你，真诚地说声谢谢；团队有了成绩，也别吝啬对同事的肯定，这样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。互相打气。最后，如果真的长期觉得被忽视，那在一些正式的场合，比如做绩效评估面谈的时候，坦诚地跟领导沟通一下你对反馈和认可的需求。主动沟通需求，这也是一种能力。好了，最后咱们来聊聊最现实的一个失衡问题。你特别热爱这份工作，但这薪水太低了，低到影响生活了。这个确实太现实，也太残酷了。就像材料里提到的那个乡村小学老师小温，他特有热情，对，特别爱教育事业，也爱他的学生，但是一个月就3000块钱工资。3000？在一线城市？是啊，别说买房了，就是付房租、日常开销都紧巴巴的，甚至孩子生病了，看病的钱都得凑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光靠为爱发电能撑多久？太难了，真的。所以材料也强调，热爱和现实，就是那个薪水，它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，非此即彼。关键还是得找个平衡点。那怎么找呢？遇到这种叫好不叫座的职业困境怎么办？材料给了几个方向可以思考。第一，在现在这个岗位上，能不能基于你的能力和贡献，积极去争取加薪？先试试内部加薪。第二，
持续提升你自己的专业价值和稀缺性，比如去考个更有含金量的证，或者掌握点行业里特别需要的技能，这样你的议价能力就强了。让自己更值钱。第三，眼光放宽一点，看看整个行业里有没有能提供更高薪酬的同类机会，比如同样是老师，从公立学校去待遇更好的私立学校或者国际学校。换个平台。第四，考虑发展副业，利用你的专业技能或者你的兴趣爱好，在工作之外再开辟一条增加收入的路子。多条腿走路，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，然后积极的去找那种既能满足热爱，又能填饱肚子的途径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咱们今天把这份材料里分析的导致上班如上坟的各种原因，基本上都捋了一遍了。从个人和工作的匹配度问题，对，像是不是自己选的，擅不擅长，技能用没用上，还有和环境的匹配。然后是职场环境的冲突，像归属感缺失，遇到玻璃天花板，被猪队友坑，还有被微观管理。最后是工作内容和回报的失衡，比如能者多劳累死，或者工作太无聊，付出得不到认可，还有就是钱太草了。这么一梳理下来，确实发现这些原因都不是空的，都是特别具体实在的问题。没错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上班让你特别痛苦，那大概率不是你这个人矫情或者抗压能力不行，而是背后真的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原因在。就像材料最后说的那个比喻，职场有点像谈恋爱。怎么说？遇到错的人或者错的环境，你怎么磨合都难受，但要是遇到对的呢，就能互相成就，感觉轻松快乐。这话有道理。所以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，是改变的第一步。工作嘛，说到底还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，不能反过来被工作消耗掉。对。那么听我们聊了这么多，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因里，有没有哪一个或者哪几个让你觉得，这不就是在说我吗？特别有共鸣？你可以现在就想一想，然后呢，基于咱们今天的讨论，这周你愿不愿意为自己尝试做出一个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改变？比如说，也许就是开始用那个快乐记录法，记下一件让你开心的工作小事儿，或者鼓起勇气，主动跟一位平时不太说话的同事打个招呼，再或者就是静下心来，好好盘点一下你真正擅长和喜欢的技能是什么。对，从小处着手，开始行动。别再让不适合的工作一天天蚕食你的人生了。你呀，值得拥有一份让你每天早上醒来能有所期待，能从中找到价值感和幸福感的工作。